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吉野敏明先生所著的《四毒排除指南》这本书。如今，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关于饮食健康的信息，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出现各种说法，比如最好不要添加任何添加剂，有机蔬菜更健康等。确实，如果花钱，我们可以选择无添加、无农药化肥的有机食品。这些不依赖农药和化肥的产品不仅限于农作物，还包括畜产品等多种类型。为了健康而偏好食用这类食材，已成为很多人重要的生活方式。但书的作者同时批评，如今有机食品似乎被视为一种宗教般的绝对信仰。但作者指出，即使是有机食品，现代饮食仍存在某些盲点，可能破坏我们的健康。现代生活包含了大量人类历史上未曾食用过的食物，这些与人体体质不相符的食物，正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脂质异常等生活习惯病，以及湿疹、气喘等过敏性疾病，甚至失眠、抑郁、恐慌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根源。这些疾病统称为现代病。而造成这些病因的四毒，就是书名所指的小麦、植物油脂、乳制品和甜食。作者强调，不论是有机小麦还是有机糖，依然是毒物。本书将对此做出详尽的解析。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小麦，各种自身免疫疾病的罪魁祸首，包括癌症和关节炎等；第二，植物油，表面健康，实则大幅提升认知症风险；第三，乳制品，摄入越多，骨质疏松风险越大；第四，糖，因多巴胺过度分泌，破坏心理和脑部健康。首先是第一部分，小麦，各种自身免疫疾病的罪魁祸首，包括癌症和关节炎等。作者指出，只要停止食用小麦，身体细胞就会焕然一新，许多疾病将会消失。小麦含有的谷蛋白是导致多种自身免疫疾病的重要因素。大家或许听说过哮喘、湿疹、帕金森病等疾病。如果告诉你这些疾病与小麦密切相关，可能会很惊讶。所谓自身免疫疾病，是指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身组织，而非抵御病原体。小麦中的谷蛋白会引发这种免疫系统的异常反应。谷蛋白是制作面包、意面、披萨等具有弹性口感食品的关键成分，是小麦与水糅合后产生的蛋白质复合物，主要由谷蛋白中的谷卵粉和纯溶蛋白构成。谷蛋白是经过加工、糅合形成的食品成分。作者认为，这些疾病只要完全戒除小麦，症状必定改善。但仅仅减少食用量是不够的，必须完全杜绝才有效。实际上，本书的作者写道，许多前来作者诊所的患者通过戒断小麦，这些症状得到了改善。小麦是引发各种疾病的原因，这一点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所谓小麦导致自身免疫疾病，是因为长期维持这种偏颇的饮食习惯所造成的，这并非仅限于乳糜泻。也就是说，可以说小麦是万病之源也不为过。不过在欧美，许多人吃面包和意大利面仍然健康生活。为什么只有日本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日本人历史上几乎没有大量食用小麦这一事实。在这类食物不耐症中，较为人所知的是乳糖不耐症。后面乳制品部分还会说明，据说约有 80% 的日本人属于此类。乳糖不耐症的主要症状包括腹泻和皮疹等。此外，和牛奶及乳制品类似，麸质也存在食物不耐症，这就是著名的麸质不耐症。许多日本人因麸质不耐症而导致身体状况不佳。那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麸质不耐症呢？实际上，目前医学上还没有确诊麸质不耐症的检测方法，因此大家只能根据自身的症状来判断。举例来说，如果停止吃面包后身体出现良好变化，那么你可能患有麸质不耐症。比如停止吃面包后，疲倦感消失，疲劳得到缓解，睡眠变深等，都可能是麸质不耐症的表现。但在日本，
肤质不耐症这种病症仍难以被广泛认可。当肤质无法被消化，原本应该排出体外的物质不能顺利排出，导致所谓的肠漏症出现。简单来说，肠漏症就是肠道出现渗漏，物质从肠道渗漏出来。例如，肤质不耐症患者持续食用面包等食物，会导致腹泻，营养无法充分吸收，身体感受到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会努力吸收有害和无害的物质，这就导致肠黏膜出现孔洞，异物渗入血液中。那么，如何改善这种肠漏症呢？作者指出，答案是避免四毒，并且细嚼慢咽。首先，最重要的是避免作为肠漏症根本原因之一的四毒中的小麦。由此可见，细嚼慢咽非常重要。通过充分咀嚼，口中的淀粉酶能分解米饭中的淀粉。综上所述，最重要的是避免四毒并细嚼慢咽，这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关键。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应依赖替代食品。作为减少小麦摄入的替代食品，近年来出现了无麸质意大利面和米粉面包等。这些食品对于刚开始戒断小麦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然而，米粉拉面、大豆面等为了接近小麦面的口感，可能使用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依赖这些替代品，虽然确实可以停止食用小麦，但根本的欲望想吃类似小麦的食物依然存在。虽然吃无麸质面条比直接摄入麸质要好，但这类小麦替代食品往往也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添加剂等。如后文所述，这类植物油和糖类也属于四毒之一。如果为了戒小麦而摄入了其他有害物质，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为了使无麸质面条具有粘性和嚼劲，通常会大量使用增稠多糖类。这些增稠剂同样可能成为肠漏症的诱因。如果你想通过戒断小麦来改善肠漏症，却又因增稠剂而再次患上肠漏症，那就毫无意义了。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你仍然想着用某种东西来替代小麦，那么说明你还没有摆脱小麦成瘾的状态。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植物油表面健康，实则大幅提升认知症风险。植物油大致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两种。饱和脂肪酸的代表有黄油、猪油、椰子油等，而不饱和脂肪酸的代表则是橄榄油、鱼油等。实际上，本书指出的四毒之一，就是后者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流动性较强的油，通常被认为对身体有益。但本书写道，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成为动脉硬化、中风、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等疾病的诱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大家常用的沙拉油。沙拉油是植物来源的天然脂肪，名字听起来给人健康的印象。但本书作者指出，这种健康形象是食品制造商为了让人们大量消费油脂而制造的假象。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分为 Omega-3 和 Omega-6两种，鱼油中富含 Omega-3，而植物性油脂如沙拉油则富含 Omega-6，且其分子结构更大，而这种 Omega-6会引发各种疾病。不饱和脂肪酸本身具有易氧化的特性，无论是烘烤、炒煮还是油炸，都容易氧化，进入人体后也会被氧化。众所周知，这种被氧化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对人体产生多种不良影响。像沙拉油这样的植物油氧化后会产生一种极毒物质醛类化合物，正是这种醛类物质成为多种疾病的诱因。最容易理解的是对血管的影响。血管内壁是由胆固醇构成的，胆固醇也是一种油脂。由于油脂之间具有高度的亲和性，摄入像沙拉油这种被氧化的油后，醛类物质容易附着在血管内膜上。本书指出，这甚至可能导致血管出现孔洞。血管破孔后，血液会渗漏出来，血小板会迅速聚集堵住孔洞，这与皮肤上结痂的原理相同。随着血小板不断附着于血管内壁，血管变硬，最终形成动脉硬化，最后血管被结痂完全堵塞，
血液流动受阻，血管狭窄时，堵塞会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可能导致血管破裂。此外，油脂不仅对血管有害，也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我们的神经被一层称为髓鞘的脂质膜包覆，髓鞘起到绝缘体的作用，防止电流泄漏。当髓鞘因沙拉油产生的醛类物质受损出现孔洞时，电流会泄漏，导致异常信号传递，结果可能引发各种神经疾病。本书作者指出，转换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都可能是由于油脂引起的神经损伤所致。由此可见，植物油可能对人体的基本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另外，成年人摄入过多植物油，还可能出现运动神经障碍，帕金森病就是一个例子。帕金森病患者即使被要求静止，手也会出现震颤。此外，摄入植物油还会提高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本书指出，醛类物质影响掌管记忆的脑部区域，导致该病发生。此外，作者还提到，植物油可能引起膝盖疼痛、坐骨神经痛以及各种疼痛症状。植物油还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不良影响。植物油会导致我们的腺体，如感染腺和唾液腺等分泌腺发生堵塞。人体内有多种腺体，包括感染腺、大叶腺、乳腺等。腺体通过挤压血管中的血液，并加入各种成分来分泌液体，因此腺体周围聚集了大量毛细血管。正是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挤出水分，形成了分泌物。但是如果这些腺体被油脂堵塞，就可能引发甲状腺疾病、唾液腺炎、乳腺炎等问题。此外，当油脂堵塞血管，导致血液循环变差时，代谢废物容易滞留。正因如此，书中指出，腺体堵塞也可能诱发癌症。这就像河流一样，即使不断有垃圾流入，只要水流通畅，垃圾就会被冲走。但如果水变得浑浊，垃圾就会不断堆积，污染范围也会扩大。当血流不畅时，会出现缺血状态，周围组织更容易发生癌变。由此可见，植物油会对腺体、神经、循环系统等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产生不良影响。更可怕的是，这些由油脂产生的醛类物质具有极强的毒性。植物油中醛类物质的气味，即使中毒者也会误以为是香味。那些油脂中毒的人，一走进拉面店、炸串店、汉堡店，立刻会被强烈刺激食欲。正是因为醛类物质，我们才会陷入拉面上瘾和快餐上瘾的状态。由此可见，一旦开始摄入植物油，就像赌博或毒品一样容易上瘾，减少摄入变得非常困难。如何避免摄入植物油中的醛类物质，对于维持健康至关重要。在植物油中，除了沙拉油之外，还需特别注意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通过向液态植物油中加入氢气使其固化的极为科学的人工合成脂肪酸，广泛存在于人造黄油和起酥油中。反式脂肪酸被认为会增加坏胆固醇，减少好胆固醇，从而提高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的风险。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警告，应尽可能将摄入量降至0。由此可见，不仅 Omega-6， 反式脂肪酸也是绝对不能摄入的。此外，这次我们以沙拉油为代表，介绍了 Omega-6 的危害。因为许多植物油中都含有大量 Omega-6， 所以和沙拉油一样，最好也能减少摄入。建议大家认真检查所用油脂是否含有较多 Omega-3。这类优质油脂更值得选择。接下来是第3部分，乳制品摄入越多，骨质疏松风险越大。在欧洲，乳制品不仅有牛奶来源的，还有山羊奶等多种类型。但日本的乳制品几乎都是由牛奶制成的。牛奶中含有乳蛋白中的酪蛋白、乳糖和 IGF 等成分，这些成分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牛奶中的蛋白质对身体有益，钙对骨骼有好处，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
乳制品中的这些成分可能诱发多种疾病。首先，短期影响方面，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可能增加致癌风险。这些乳蛋白含有一种氨基酸谷氨酰胺，这与我们熟知的味精是完全不同的物质。谷氨酰胺本身具有抑制癌的性质。此外，牛奶中还含有一种叫 IGF 的物质，它是一种促进婴儿体格增长的生长因子。牛奶和乳制品中还含有雌激素。IGF 和雌激素一方面促进婴儿生长，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加癌症风险。更有甚者，过量摄入牛奶中的雌激素可能导致男性出现女性化现象。许多人认为喝牛奶能补充钙质，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但这是完全的误解。数据表明，喝牛奶越多，骨质疏松的风险反而越高。更可怕的是牛奶的高度依赖性。牛奶中的乳糖具有甜味，甜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导致依赖。同时，乳蛋白、酪蛋白在胃中分解后会转变成一种叫做外啡肽的物质，这种物质也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引发依赖。如果成年人陷入牛奶依赖症，那将是个大麻烦。但如今，仍有许多人成年后持续饮用牛奶，这也被认为是导致多种疾病的原因。除了骨质疏松外，乳制品还可能增加乳腺癌、卵巢癌和男性前列腺癌的风险。女性饮用乳制品还可能加重更年期障碍。正如在麸质不耐症部分提到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乳糖不耐症，因此成年人饮用牛奶时可能会腹泻，导致膳食中原本珍贵的营养素被排出体外。综上所述，作为成年人，我们不仅不需要摄取牛奶，反而应该避免摄入牛奶。那么接下来介绍第4部分，糖因多巴胺过度分泌，破坏心理和脑部健康。在4毒中，糖尤其危险。糖不仅会导致蛀牙，还可能引发糖尿病、抑郁症等各种疾病。糖对身体有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不能忘记的是，不仅糖本身，糖的替代品对我们身体也同样有害。比如市面上有很多糖的替代品，如甜叶菊等。那么使用这些替代品就一定安全了吗？本书作者认为，所有这些替代品都是不可取的。比如蔗糖素、阿斯巴甜等人工甜味剂虽然不会升高血糖，但它们同样有甜味，会在大脑释放大量的快感物质，因此人工甜味剂也具有很高的依赖性。不仅如此，人工甜味剂还会降低我们大脑的功能。摄入甜味，无论是真糖还是人工甜味剂，都会促使大脑内释放多巴胺。多巴胺会作用于大脑前额叶，负责高级判断的区域，从而降低判断力。这不仅限于糖，水果也是如此。如今的水果经过品种改良，含有过量的甜味，这种甜味同样会刺激大脑的快感奖励系统。由此可见，不论是糖还是其他各种甜味物质，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心灵乃至大脑造成破坏，是极其可怕的存在。不仅是砂糖和人工甜味剂，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摄入所有甜食。不过吃甜食有时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安慰，因此如果是1周1次的自我奖励，适量吃一些天然、自然甜味的食物也是可以的。例如，天然甜味的烤红薯就是很好的选择。推荐把烤红薯冷藏后食用，因为冷藏可以让烤红薯中的大部分糖分转化为抗性淀粉，这种物质不会迅速提高血糖。此外，还有天然甜味的蓝莓也非常推荐。即使要吃甜食，也请尽量选择这些对健康有益的天然食品。希望大家能用这些健康的食品替代以前吃的那些含大量对健康有害砂糖的甜点。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明白，那些为了让我们上瘾而制作的含大量糖分的加工食品绝对不能摄入。含糖量极高的碳酸饮料更是完全不可取。这类含大量糖分的碳酸饮料被认为是脂肪肝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今后一定要彻底戒掉。糖和甜食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它们的危险性。
但它们确实非常危险。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今后保持警惕。综上所述，小麦、植物油、乳制品和糖这4毒正悄然侵蚀着我们的健康，成为现代疾病的主要诱因。尽管它们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饮食中，但只要我们能够有意识地避免摄入，选择更天然、更健康的替代品，就能有效改善身体状况，远离各种慢性病和心理问题。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